电影进我口，档次全都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丑女整容成功后嫁给帅哥，可生下的孩子却让她露馅的故事。影片名字叫做《讽刺的婚姻》。男主阿石是一家大公司的职员，因为长得帅，所以他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，特别是与女同事。这天晚上公司聚餐，阿石的妻子打电话问他回不回家吃饭。镜头中，阿石的妻子挺着一个大肚子，估计是要临产了。阿石告诉妻子，公司聚餐会很晚，就不回家了。刚挂掉电话，一名女同事就朝着阿石走了过来，她挽着阿石的脖子，动作很是暧昧。这名女同事叫阿花，阿花称酒吧太热，想要跟阿石换一个地方喝酒，随后还脱掉了外套。阿石自然明白阿花的暗示，于是当晚两人就开了一间房，为爱鼓了掌。完事后，阿石穿好衣服打算离开，可就在这时，阿花坐在床上问阿石，你什么时候离婚跟我在一起？这句话整得阿石有点无语，自己只是玩玩一夜情，当然不可能因此而抛弃家里那个为自己孕育儿女的漂亮妻子了。于是阿石随便搪塞了几句，然后匆匆离开。回到家里，妻子帮阿石贴心的脱去西装外套，然后便跑去厨房忙着给阿石做夜宵。就在这时，坐在餐桌上的阿石收到了一条短信，原以为是垃圾短信，结果打开手机却发现是阿花发来的一张照片，内容是阿石和阿花的床照，吓得阿石慌张的将手机藏了起来。第二天上班，阿石刚打开电脑，就发现里面全是阿花的轰炸信息，内容都是在催促阿石离婚。刚好在这时，阿花出现在他身后，用嘴巴贴在他的耳朵上说悄悄话，吓得阿石赶紧站了起来。阿石的这个反应，阿花好像一点也不意外，反而还淡定的站在他的对面，妩媚的撩了撩头发，说了一句我们是命中注定的。残忍的阿花让阿石感到非常苦恼。下班后的他心烦意乱的走进了一家神秘的酒吧消愁。刚走进酒吧，一个女服务员就站出来为他介绍，先生，我们的店叫做走马灯株式会所，这里收藏着世间所有人的人生回放录像，请问您要看您自己的人生回放吗？阿石很好奇，于是决定一看究竟。看着自己过去的人生历程，阿石的心情似乎好了不少。原来阿石以前是学校里的校草，很多女生都喜欢他，纷纷送他礼物跟他表白。不过这些女生当中有一个他最讨厌的人，是一个200多斤的恐龙妹。恐龙妹喜欢他是学校里有目共睹的，不管阿石如何辱骂讽刺他，他依旧每天都坚持送阿石礼物表白，导致阿石成为了全校人的笑柄。接着录像放到了阿石第 N 次拒绝恐龙妹的画面，画面中的恐龙妹撩拨着头发，嘴里还对阿石念叨着我们是命中注定的。这些举动一下子就让阿石想起了阿花，难道阿花是整容后的恐龙妹？一想到自己和恐龙妹曾经共度了一晚，阿石顿时感到一阵恶心，赶紧关掉录像逃出了酒吧。之后的日子里，阿花依旧不依不饶地纠缠着阿石。在一次阿石陪妻子到医院产检，刚走出诊室就与阿花打了个照面。阿花有意无意地说着阴阳怪气的话，随后还蹲下身子摸了摸妻子的孕肚，吓得阿石拉着妻子撒丫子就跑。之后的日子里，阿石过得很煎熬，他越想就越难受。越难受就越想知道阿花到底是不是恐龙妹。在妻子临盆那天，阿石得空又一次来到走马灯株式会所，这一次他选择观看了恐龙妹的人生回放录像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恐龙妹真的去整过容，但恐龙妹具体整容成什么样了呢？阿石紧盯着荧屏的录像，手术后的恐龙妹脸上的纱布被一一解开，纱布解开后，恐龙妹拿起了镜子，看到镜子上的人脸，阿石惊呆了，万万没想到恐龙妹居然是自己的妻子。阿石赶紧跑到医院，此时的妻子已经生产完毕，他对着镜子做着撩头发的动作，这不就是恐龙妹的原版疗发吗？这时护士抱来了两人的孩子，阿石看着怀里孩子的颜值，千言万语都说不出他的悔恨和心酸。故事结束，不得不说这样的结局让人感到了无比的讽刺，自己先前最讨厌的人到后来却成为了心心相印的枕边人。如果你是阿石，你是会选择离婚，还是会和这个变美后的恐龙妹继续生活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阿星谈电影，下期节目同样精彩，小伙伴们记得关注观看哦。